位小朋友爽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 了。欢迎回到来 POV 跟定论试驾系列了。现在我坐在这辆 Toyota Harrier XU80 2.5的 Hybrid 来到云顶三角，肯定会问马来西亚有卖 Hybrid 吗？肯定没有啦，这个是 Recon 的，是日本带进来的，而且它有分为前驱跟四驱版本。四驱的话，它有双电动马达，可是这辆车是前驱，只有单电动马达的。单靠这个发动机的话，大概178 PS， 可是如果是跟电动马达综合的话呢，马力大概是222匹，跟之前我家的这个 Camry Hybrid XV70是一样的。我把它会去 Sport， 所以整个油门的反应会更加的好。我去试一下，用这个 S1， 我很好奇哦，看一下它会不会换升2档了。其实它是一个 eCVT 的变速箱，它完全跟 CVT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可是它就有的模拟啦。它就有的模拟6档啊，之前我驾 Camry 的话是8档，没有错的话。轮胎是用着225，宽度19寸。哇，这个 Sport Mode 哦，油门一踩下去哦 ，always ready 啊，不用等 turbo 啊，直接来，好像有一点类似在驾电车那种感觉。这辆车的这个底盘不错哦 ，TNGA 打造的一个底盘。你看我过一个弯补油，它就会贴轮哦，呀，还是非常有动力啊。加 SUV 呢，就不能像sedan这样子驾了啦，过弯都要看着来过了哈。OK。可是还是很有力的这辆车，随随便便可以打包任何的一个 SUV 在这边。OK， 除了 X5 那种 plug-in hybrid 不要讲了，那个真的是。而且会让人家怀疑，为什么这个 Harrier 可以出弯这么快啊？老实讲，我真的很喜欢它的动力 ，always ready， 还会贴轮，打压状态不是很好，因为对，不过还可以，很爽。你会听到好像有一个电动马达声音在前面，有可能就听到好像有点 turbo 声，这样那个 spooling 的声音。这是电动马达给出的一个声音啊 ，Harrier， 我这个是 XU80第4代嘛，第3代的呢，这个呢就有2.0自吸，还有2.0 turbo。我很好奇这个2.0 turbo 是感觉怎么样？6速的，你看 turbo， 也是有200多匹。这辆车哦，不要看它前面是一个单活塞而已哦，可是它的刹车是挺敏感的嘞，一踩下去就马上给你反应那种感觉啊。你看踩下去，虽然重踩的时候会感觉到车身重量大概1.8吨接近了，有一点不太够用，可是它前段的反应是挺不错的。
DLC43呢，嘿嘿，玩完了，哈哈哈。这个模拟的加减档呢，是更适合用于在减速的时候用会更好，尤其是下山坡的时候啊，它的那个扯力是挺不错的，那种 engine brake 的感觉。Yes， 还有帮助到我一脚油门踩下去，那个反应它也是很快。Not bad 了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下山坡这个 S1，你可以感觉到 TNGA-K 的那种底盘啊的那种灵活性特性已经出来了，完全不会有以前那种啊在驾船那种感觉，屁股很不灵活啊。这辆车不会耶，屁股蛮灵活一下。虽然这辆车的调教还是比较偏舒服了，偏软，可是呀 ，not bad 呢。Harrier 的 logo。再踩土油，哇！你看出弯多有力。如果2.0 NA 的话，上山就I know。感觉太好了 ，Yeah， 好玩好玩，真的好玩。它的这个重点是除了它的操控不错之外哦，它的那个引擎的动力，你会看到它这个仪表上面是什么时候在用电池，什么时候在用发动机，或者是两者在供动力这样子 combine power。所以现在我在滑行的时候呢，反而它是用 EV 模式哦，完全都是在充电呀，充电。冲它满一点，然后上山就有力一点咯。现在发动机又打开了。哇，这个时候加速太猛了。太棒了 bro， 太棒了！又省油，又有力，又安静呀，又有乐趣呀。那很多人可能会想，哎，你买一个 SUV 的这个目的不是为了要舒服吗？不是为了要省油吗？对，这辆车的确是比这个2.0的自吸来的更省油的，没有错。可是它的动力就是这么猛啊！可是 Hybrid 就是在马来西亚就因为油太便宜的关系了哈，所以还是它的这个二手价其实贬值的蛮厉害的。反正你看在日本的话，是不是 Hybrid 比较贵一点？是吗？是订车的时候 Hybrid 比较贵哈？贵很多，贵很多哈。哇，你看我加速，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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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马上 Turbo 卡嘞，比 Turbo 车更加有 respond 。我们玩车真的是要 respond， 像这样过一个弯，点一点油门，出弯呀。
辆车的这个前面的车头灯其实很凶的，在后面望后镜看过去啊，其实给人家一种很煞气的感觉，这是我个人驾车的时候我看到的，所以往往就是会让哦那些车。这辆车的方向盘其实挺精准的，不再像以前的Toyota，你可能驾 Cross 的时候，你感觉到那个 steering 好像没有这么直接哦，会有一点那个讲讲呢，你的摆动的幅度也蛮大，这个反正我觉得这个 OK 一点，像 Camry 那种设定啊，现在新款的，我可以上一档哎，OK 啦，还是模拟的啦，模拟出来的。慢慢的点着油门出弯，不然的话它会打漏前面。哇，我一个 SUV 可以发挥到这种过弯的这个状态哦，我真的很满意耶。它又舒服，它又舒服，它又不会很跳。如果你要这种，通常一般上哦，这种操控的话呢，那个车的舒适性就会减少了，可是这辆车不会耶，并没有嘞，它能保持着这个舒适性，而且给到你这种车身动态哦，它神奇的地方在这边。摩托，那我稍微的弯试一下，你感觉车身还是稳稳的咬着去的，有没有？完全不会没有信心呀，这个就是我对这辆车的一个心得啊。动力一直源源的不停的。完全不用怕没有电哦。很多 SUV 是CX-5 2.5我来了。哎，讲到这个哦，我1月份我会试驾 CX-5 2.5 Turbo 了哎，可以试一下有多猛那个动力啊，听讲很猛哦那个动力。呀，到时候可以做compare。可是你 CX-5 有这个动力的话，你够不够这辆省油哎？要问过这辆先哦 ，Hybrid 就是 Hybrid。哦，那个还看出外面的那个风景来了，有那个外面的味道。小朋友爽吗？我降档不能降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其实我很喜欢它有这个声音的，滴滴滴滴滴滴，跟我的 Camry 一样，因为讲呢，它会给你知道哦，我现在不能降档啊。OK， 这是欧系车我发现到没有的东西，反而Toyota是会有。我过完踩油补油那瞬间真的是非常的顺。这副引擎跟
跟那个 hybrid 的确是挺不错的，是看马来西亚人的这个心态能不能接受而已啦。的确是挺不错的，又有动力又省油，我挺喜欢这个。对，我已经找很久了，就到最后就选这辆。所以那时候你买这辆车的时候，你是知道它有 hybrid， 你就是一心想要拿 hybrid。对，一心想要拿 hybrid 吧。好，如果有一天我结婚了哦，我买 Vellfire， 我就是要买 hybrid 了。又有动力又省油哦。一样，它也是有 4 wheel 的。有 4 wheel 的这个选择。尽量不要给它打滑，可是我很喜欢它的触弯，它的力就是感觉上我踩多少它给多少，然后就类似像驾电动车一样的道理，我慢慢的踩它就来，哇！反正我叫这辆，我去加我的宝马 X3 啊，我现在有 X3 嘛，去加我就不习惯了那里。你的 X3 是2.0 turbo 的还是柴油的？2.0 turbo 那个电油，电油的。这个触弯就直接来，刚刚我去单手驾，太舒服了这样子。当人家的这个转速要拉到半死的时候，我直接旁边踩多一点油门超车，哇哦 ！I like it. Yes, it's a very good car. 2.0的 NA 根本做不到这样的动力，我能够想象我驾上来的云顶会是什么感觉啊，已经知道了。这辆车，我换了 Eco Mode 给它舒服一下 ，AC，Yes。哦呀，这个是除了那天我驾 Harver H6 之外，这是第二辆给到我这种哇哦有动力的那种感觉。这样 handling 呢？它 handling 是这辆好TNGA-K， 舒适性这辆有，操控性这辆也有，很神奇的一点哦。我反而觉得这辆车动力更有力过那个 1.5 Turbo。可是1.5 Turbo 那个哦，它是 CC 小啦，没有错啦，你的 Rotex 不用给这样多啊。可是那个 response 就没有这样好，因为它是 Turbo 嘛，还是需要等一下下这样子。你看我现在是在 Full EV mode 呢，我轻轻的踩 ，OK， 我现在前面要过半模就松油，它就在充电哦。对，再踩一点刹车给它充，哇，那种感觉太好了。因为有时候我人老了啊，驾车有时候想要静静慢慢的驾，没有车的时候啦，不要去挡人家路啦。Of course， 我不想挡人家路了。然后慢慢驾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那种宁静度，听一下音乐，享受一下这辆车的动态，慢慢的驾。你看啊，现在眼睛开了啦，因为我在上坡。RX 是有这个动力的2.5 hybrid NA 的，问题我听讲就不够，因为它的车身更重嘛，更重。现在你看退后都是在走电的嘞，你的油门就很奇怪了，就是会给到那种不是油车的感觉，你踩多少它出多少的动力，得多一点它就冲，这种感觉特别的美好。哎，谢谢彼得，谢谢你，哎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会紧张哦，坐在隔壁哈，第一次，它的电是呀，几乎都是，它不会满的哦，没有看过它满的，有很少哦，很少哈。呀，我就给它这样子到，因为充到满是一个cycle嘛，它不用充到满，它就可以耐很耐。呀，不可以充到满。整辆车呢加了 body kit 下去哦 ，Modalistar 的，虽然不是原装啦，基本上看下去完全气质又不一样了。用原装的，因为我觉得你撞到保险不赔耶，原装10多千，这个才2000多，撞到不心痛，再换过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换一个轮圈20寸，哇，大力看下去更加好看啊。如果要的话，再把它 lower 更加的好看。可是到头来你还是问自己，我买 SUV 不是为了高车吗？为什么还要玩 lower？那如果你们这里有朋友喜欢玩黑热的，想要买黑热的，不妨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他，可能他会想要买这一代，因为这一代没有Turbo了，分享给他知道，哇，原来还有 Hybrid 的话，可以不妨考虑一下 Hybrid 哦。如果你说你怕 Hybrid 啊，问题多，你看一下上一代的 Toyota Camry XV50，街上还是很多 Camry Hybrid， 还是这样子跑，还是这样子，10年了，还是很耐。Toyota
你值得信赖。虽然他没有给我业配啊。Alright guys 啊，这个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看这个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